还有几本我想要顺便分享一下这系列的姐妹作，就是它的开本稍微大一点点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开本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个我的小小探索，没关系，我的小小探索音乐书系列，这个是我的小小音乐图画书，开本差不多差这么一点点，目前这个系列只出了3本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本有什么不一样。好了，我的小小探索音乐书，它里面的字会稍微多一点，所以可以一起共读一些故事。还没有开。对，还没有开，那请你帮我开，谢谢。开关开起来咯。好，这里是后面有开关的设计。小提琴，小提琴是弦乐器家族的一份子。要演奏这种乐器，要用琴弓在琴弦上摩擦。在图片中找找看，最大的弦乐器低音大提琴在哪里吧？这首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，大提琴在哪里？最大的，帮我找找看。对，这个就是大提琴，这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找找书的游戏。然后再来看，这个阿公家有的吗？没有，不是这个，阿公家的是吉他，不一样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你帮我点一下好吗，弟弟？这个呀，对，他声音噔，对，他弹钢琴。钢琴呢是键盘乐器家族的一份子，要弹奏这种乐器需要敲击黑色和白色的琴键。然后我们在图片中找找看其他的键盘乐器，管风琴和大键琴在哪里？管风琴是哪一个呢？这个是管风琴，这是大键琴才对。好，单簧管，来帮我按一下。好，这好好听哦。他们每次都会想要跟着一起唱，我叫他们今天先安静点，不然听不清楚。在那个 umbrella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水在里面而已。对哦，他这边写说单簧管是管乐器家族的一份子，要吹奏这种乐器呢，要往管子里面吹气。所以你在图片里找找看，其他的管乐器长笛和双簧管在哪里呢？哪一个是长笛，哪一个是双簧管呢？长笛。应该不是，这个是单簧管。然后在这边后面有答案哦，这个是长笛，然后这个是双簧管，看到没？这个是长笛，这个是双簧管。好，可以跟妈妈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学。竖琴也是一种弦乐器，却不需要琴弓，而是透过拨动琴弦来演奏。竖琴可是有很多根弦哦，然后你在这里面可以去找吉他和曼陀林琴在哪里。你刚刚不是问说阿公家那是什么吗？那阿公家的就是吉他。好，下一页，这个是吉他，然后这是曼陀林，这是吉他。对，然后这法国号我们来听听看。轻轻，轻轻。对，他后面也在轻轻。哥哥，你不要亲弟弟啦。他就问你说，那长号和小喇叭在哪里呢？这是长号，这是小喇叭。木琴，妈妈最喜欢木琴。它这里面每一首歌都是有点，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古典音乐。木琴还可以出了很多声音。对，他演奏木琴的时候，我们会用琴棒来敲击木质的琴键，透过敲打来演奏的乐器叫做打击乐器。然后你可以找找看，谁在打鼓，谁又在敲拔呢？打鼓的在这里是不是？那拔是这个。对，好，这就是里面所有的。然后你是找找看，还有什么乐器藏在图片中呢？管乐器、弦乐器，对，管风琴、大键琴、鼓，没错。好，它没有坏掉，它就是故意设计这样，让你比较好把它打开。好，那你帮我关起来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，这边还有莫扎特，还有小小禅乐。发现莫扎特这一本呢，就是也是它的主题。这个莫扎特这样的主题，其实在每一套音效书里面都会有。然后这个是大致介绍莫扎特的生平，然后搭配他的一些著名的音乐。好，谢谢你。那我们来帮我按一下好吗？谢谢。这是他非常著名的土耳其进行曲。莫扎特3岁起就便开始学习钢琴，到了
5岁的时候，他就可以闭起眼睛演奏哦，到6岁他就可以自己作曲，所以他非常厉害。你有找到说那个随着莫扎特琴声跳舞的老鼠吗？老鼠在哪里跳舞？对，没错，这是在弹琴的老鼠，这是跳舞的老鼠。接下来是家庭，我们来按一下，弟弟。莫扎特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，他和姐姐南尼尔弹钢琴，爸爸则会拉小提琴，有时候就连妈妈都会用歌声来加入他们。在这里我们能听到钢琴和小提琴的演奏。钢琴在哪里呢？对，小提琴又在哪里呢？对，好，那这页每页都有可爱的小老鼠哦。啊，这个好好听哈，小夜曲，就是莫扎特非常著名的小夜曲。他在莫扎特的年代，他们喜欢和朋友一起在家里演奏音乐，然后好几个音乐家在一起，叫做室内乐。你看，这好几个人在演奏。你有看到粉红色的大象吗？对，在这里。莫扎特也会为大型的音乐团体作曲，对，像是管弦乐团、小提琴、长笛、小喇叭、定音鼓，来听听这么多乐器是如何一起演奏的吧。这是著名的第25号，没有关系，这是第25号交响曲。好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魔笛。在这边也有一本专门是在讲魔笛的。那个是老师。他很喜欢歌剧，所以他会用来就是会搭配服装及舞台设计。那你问他写过最著名的歌剧就是《魔笛》了哦。哇，好漂亮！对，他像一个海螺在听音乐。那莫扎特躲在哪里做着美梦呢？在树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可以当做找书来玩。这是长笛与竖琴协奏曲。好，就这样听完咯。那我们帮我关起来吧。它这里面是教你说，莫扎特有时候会躲在画面之中，你在每页里面找看他在哪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本新书是我的小小禅乐。那这本书很不一样哦，它是一个听了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像瑜伽一样会净化心灵的音乐。打开，让人可以烦躁的时候，我觉得连妈妈都可以来听一下。我已经开啦，这个才是开哦。好，那我的小小禅乐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，可以有平静的效果。帮我按一下好吗？那你对，再按一下它就会停了，所以你不要一直按着。这是日出的声音哦，是 panda， 是 sunrise 的声音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模仿大树，是 panda， 对，你要模仿大树的样子，吸收地球的能量。那个云还高，没错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听，它吃竹子，这样可能就比那个 sky 还高了，然后那个就下来一点点到这就可以摸到云。对。然后我们再来听听看宁静的森林，森林里面有什么声音呢？看到它躲在一处，愉快的欣赏雨景。它脑对的维尼，你看它只有搭配瑜伽的动作哦，你模仿瀑布的样子，伸展背部、腹部和深呼吸，是不是很好听呢 Deep Dark Forest。好，再来。是西藏的山上，在高山上，空气中充满灵气。然后我们听听看这个充满共鸣的音乐是如何令人平静。哎，这个姿势是模仿婴儿的样子，放松自己，往前这样子往前伸直你的手，就像回到刚出生的时候。弟弟你在唱歌啊？好，再来，弟弟帮我按一下好吗？是好笑。对，是 whale， 是金鱼哦，在水里面。来帮我按一下金鱼。对，按一下这个。我们听到水的声音，然后这是金鱼在叫的声音，所以你要模仿金鱼的样子来伸展自己的背部。下来了。对，他是潜水夫，然后这是划船的人。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平静的音乐呢？好，再来是池畔。弟弟，帮我按一下这个，在池塘旁边什么声音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水。
对，是青蛙哦。你要模仿青蛙的样子，然后保持不动，然后用力一跳，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边听一边玩的。好，再来是夏夜，夏天的晚上有什么声音呢？一只猪。对，它是请你做出休息的姿势，在睡前好好的放松自己。所以这一本是很适合在睡前一起听的音效书，不会太嗨。这边呢，它每一个都还有教你哦。为了更体会禅意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学习书中提到的姿势，别忘了要好好的深呼吸。你看，第一个是模仿大树，第二个是模仿瀑布，第三个是婴儿，然后是金鱼啊、青蛙，然后最后再放松身体，这是非常是瑜伽的概念。Dumbo 是啊，对，是马戏团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我们前阵子去看了 Dumbo， 所以弟弟对这个马戏团很有感觉。那就分享新书到这边咯，拜拜啦，弟弟，哥哥也拜拜。